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，好不容易这两天赶个晴天，我们决定放个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们要出去露营了。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，就决定干把大的，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点没给加班。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，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，开着箱货去露营去，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，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，但眼高手低了，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。给它支棱起来之后，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，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。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。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，上架子就满园飘香。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，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。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，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。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。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，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，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，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，我们还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，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。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。完一见这串，我姐贼激动，苦苦的照相。这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，俩人吹火，俩人翻面。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，但不能撸，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。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炉了。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。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，这氛围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，吃着烤羊看着夕阳，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，我别说这2天了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。收完垃圾之后，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，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。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，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？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？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，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的。事实证明，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完到了下班点儿，我们同学陆续都来了，这脸皮薄的串门还带东西来。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刻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思今天吃饭早能调到作息，这还调个嘚了，一起摆烂吧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牛板筋，但是在超市那一小包就卖20-30，完了没多少肉，所以我买了300斤生板筋。我打算在家做点实惠装的，这样以后每次吃着能过瘾一点。然后为了快点把这些玩意儿都炖熟，我们把家里所有高压锅都用上了，但是这么多锅一起用实在太热了，那屋里都烧到50度了，给我热的直中暑。真的，就后来煮完所有东西到能开门的那一刻呀，我都感觉我上天堂了。不过炖板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挨着什么累，但后来切板筋真是要了命了。因为牛板筋这东西要想切大片就只能斜着切，那斜着切东西本来就使不上劲儿，完了这玩意儿滋溜滑的，那切不了几根手就开始抽抽了。然后我们就寻思不行就撕丝儿吧，没想到撕丝儿更痛苦，因为这玩意儿太硬了，我们很难给它开开缝，就只能靠2个手指头捏着给它撕开。后来都给我干崩溃了，以至于我们切完所有板筋之后，我脑里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又捡条命啊。
还调了一个巨好吃的拌料。这料是我们尝了市面上 N 多种牛板筋之后才总结出来的配方。因为以我多年吃牛板筋的经验来说，吃板筋其实就是嚼料香。尤其是这回从头做了一次，我算彻底明白了，就牛板筋这个东西，它本身就没有什么肉香。这要说不考虑料光啧吧牛板筋的话，那跟嚼个老真皮裤腰带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拌的时候，为了能吃得更香，我又放了好多料和芝麻。这板筋拌完之后都好吃麻了，它现在是香辣里边还带点甜味和蒜香味，而且越嚼越有滋味。尤其是这种大片的，这肉嘟嘟的吃的实在太过瘾了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不光能当零食吃啊，要是再放点香菜和洋葱丝儿，它还能做成一盘直接上桌的凉菜。不过这玩意儿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塞牙了。我是发现了牛板筋这东西它特别认家，就是不管我是怎么吃进去的，它到最后一定能在我嘴里找到一处属于它自己的牙缝。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儿采购量有点大，平时收拾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燎猪蹄儿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燎着了，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儿才是最崩溃的，这每一个猪蹄儿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。不过脱毛这个活吧，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儿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，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儿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儿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。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儿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就可以去卤泡了。一会儿猪蹄儿也卤好了，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，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。然后卤猪蹄儿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，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洗衣上它还有机会登场。这个卤好的猪蹄儿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儿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儿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儿又装订了一份干料。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儿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长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